我真要是去了，那些人都要以为见鬼了吧？不了。你一定很期待吧？不。那场面一定很感人。是吓人吧？于听婉和惠娘进进出出，忙得不可开交，能不带的尽量不带，可又生怕漏了什么。彭猎户放心把孩子放在他们家里，于听婉没有要把月山留下的心思。不过他温声细语和月山说了，你跟着我出门，路上条件艰难，会吃苦头的。月山哪里怕苦，就怕被丢下，嫂嫂托吴大婶或者李莲照顾他。我要跟着嫂子，我很能干的。好，那能干的月山帮嫂子把牛喂了。通往泽县的山路有了动静，数百名官兵运着一车车的粗盐提前赶至开道。至晌午时分，一辆辆马车从西林村经过。大人，什么事？有人远远跟着我们，就在身后，可要驱赶。赶牛车的是一对婆媳，车里小的也搜过了，是不足10岁的男童和病得不轻的虚弱男人，说是去镇上看大夫的。也不容易，且随他们。是，大人，您真是慈悲心肠。虽说艳阳天，可还是格外冷的，寒风直往衣服里钻。于听婉并不会驾牛车，可惠娘会。山路的雪士兵无法彻底清除，只能勉强通行。好在顺着前面一辆辆马车留下的车辙印，一路前行比想象中的轻快不少。夫君，你还好吗？久久得不到回复的于听婉莫名不安。夫君，申哥睡了。魏昭没睡，他用粗布擦了血，睁着眼睛望着天，还挺蓝的，空气也格外的清新。在姑娘的絮絮叨叨中，好似一切都有了盼头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天色沉下来时，前面的马车都停了下来。趁着这会儿，惠娘去热粗面馒头，又煮了鸡蛋。月山跳下牛车去喂老牛了，于听婉也没有闲着，他支起柴火，取出药罐，从里头抓了血，热化了以后好煎药。刚盖上药罐的盖子，头上落下了一道阴影。这是杨县令，大庆28年的探花郎。不必多礼，本官听说你们是去看病的，便过来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，力所能及之处一定会帮。做父母做到这个地步，你们相当不错啊。又夸于听婉，夫如此，你还不离不弃，真乃女子典范。于听婉觉得夸的没错，就是他。杨县令甚至几步走到牛车附近，去看里头躺着的人。第一眼有些惊讶，乡野之地竟有如此容貌出尘的男子。第二眼又可惜，怎么病成这样，好像呼吸都孱弱，多半是救不活了。看够了吗？杨维文莫名脊背发凉。够了。于听婉嘴角一抽，生怕把人得罪了，他快步上前。我夫君，他这里不太好，大人千万别和我们这些不懂事的草民计较。不会，别说是我，换成了知府，他也不会计较的。知府是我最钦佩的人了，他竟然见过魏将军。上回知府大人都说了，他和魏将军私交不错。魏昭面无表情看过去，看到了杨维文脸上的羡慕。他骗你的。嘘，你不该说的话少说。真的。于听婉能怎么办？只好对着错愕的杨县令再点点脑子。杨维文就知道魏昭病得有多严重了，都说胡话了。别的知府赶去泽县，只怕都各有心思，并不是真的送魏将军一程。我们大人就不一样了，他是真的去送好友的，多么真挚的情谊啊！难以想象，他到时候会哭成什么样。魏昭想象出来了，悲痛大哭成为焦点，这样才容易被上京官员记住。
明白了。反正人死了，他说他是我祖宗，都死无对证，是吧？月色皎洁，洒在雪地上，如燃了一把银光。用了木石后，再次出发。那杨县令啊，是个为民办实事的好官，只要是冤案他都接。那结果如何？我曾经打听过，说是半年就接了100起，破了30多起呢。不过为此得罪了不少人，还曾被人用黑布蒙上，打得险些没了半条命呢。哎，他要是管辖咱们泽县，当初也就不会。于听婉没吭声。好，是挺好的，但是好像不太聪明，一根筋，所以被其他县令孤立了。被外放至此，即便空有一身抱负，可想要出头冒尖，不同流合污，保持清廉就太难了。月山已睡去了，魏昭却仍旧清醒着。他面无表情，看着突然冒出来的庞然大物。夜色暗涌下，福蒙已经跟了很久了。是的，是福蒙埋着头，用脑袋顶着牛车往前推。许是怕被魏昭收拾，福蒙都不敢看他的脸色。他只是试探着朝魏昭探去肉垫，还没触到就被魏昭毫不留情地拍开了。等彻底停下来歇息时，所有人都累得不轻。福蒙悄无声息地去边上的林子趴着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来过。你做什么呢？放血。于听婉听不懂，只见魏昭直接将针头刺入皮肉。这些时日吃的药效果还行，路上他把了脉，还有4天。他几日前就说还能活5天，可见之前钱老头说吃山参续命是没有错的。但底子这样，便是再好的药也是强弩之末，顶多再撑几日罢了。照这个速度，通往镇县要多久？路不好走，估摸着还得有2日到镇上，镇上再去城里还得1日。不够，还剩下1日，就怕时间太急了，若是出了意外。于听婉没有听懂他的弦外之音，来不及思忖，就见魏昭在身上扎了1下2下，像模像样的，好似真的能救命的穴位。你清醒。范婆子那个傻侄子你知道吧？他就是小时候玩针往身上狠扎了几下，就抽出口吐白沫了，等醒来之后人就傻了。姑娘担心魏慎本来就有毛病，再出事可怎么办？魏昭足足下了50多针，最后几针落在指尖，浓稠的血冒了出来。半日，又拖了半日，只可惜这方法只能用1次。把针给我。你啊，得什么都听媳妇儿的啊。接下来的2日一如既往的赶路，山林不知何时冒出一个个脑袋，往下俯瞰路上的车队。二当家，那些看着是朝廷的人，咱们人没他们多，只怕不好对付，要动手吗？对付？好轻松死吗？这些年折进去的兄弟还少吗？自封山后走镖的都不来了，他们都要吃土了。二当家突然视线一顿，落在哼哧哼哧前行的牛车上。他不敢打官员的主意，可寻常百姓有何不敢的？看着是穷鬼怎么了？虽然看不清前头年轻姑娘的五官，二当家已经兴奋了。他们哥儿几个都还没婆娘呢。上，把钱和娘们都抢了。一行人动作敏捷，眼里的势在必得藏不住。可没等他们出林子，就被黑白相间的福猛挡了路。撤！撤！有老虎！很快，山林传出凄惨的叫声。你们依稀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没。真的没有吗？他看向月山，月山想说他听见了，可他被魏昭看了一眼，到嘴的话就成了没吧。
好吧，那应该是我听错了。你好些了吗？要是还难受，你一定得说啊。那你睡着，我们赶路了。成精那么久，我有没有让你上头？倏然，他反应过来，掀开眼皮，对上姑娘使坏的眼。魏昭和以往一样沉默，眼睛沉沉的，但是也没有反驳。一路没再出意外。天色晚了，县城的城门有宵禁，便是有路引，只怕都进不去。这几日奔波，他们也都有些难挨，不如先找个住处。谁曾想，在找到客栈前，先看到了医馆。不用扶进去了，折腾人。手。魏昭恹恹瞥了他一眼，不想理。魏昭从不觉得镇上的大夫能够救他，他也不曾抱有希望。在老大夫要给他把脉时，魏昭手腕一转，落在老大夫脉搏上。这是什么节奏啊？到底谁看病啊？哼，摸出什么了吗？你不会想听的。你倒是说说看呢。阳痿，不要少吃，上了年纪，顺其自然。所以魏胜真有几把刷子，他那天晚上对着自己扎，真的不是闹着玩。你胡说八道！你们还要不要看了？我们看的。我夫君这儿不太好，大夫千万别和他计较。老大夫很想甩袖子走人，可他要是关门，岂不是错失了自己？他得忍着脾气。他探了一下魏昭的脉象，眼皮直跳，怒火也淡了一些。算了，和一个将死之人计较什么？治不了，没几日了。有这个功夫，还不如去订口棺材。你们回去吧，别费钱了。怎么你看不了就是我夫君没得治了？我们不怕费钱，只要有盼头，倾家荡产也愿意治的。你当大夫的，怎能当着我夫君的面说这种丧气话？他可是天天给魏慎洗脑，让他感受活着的美好的。要是大夫一句话就让这几日好好配合的魏慎打回原形怎么办？庸医！客栈离医馆很近，没多久就到了。于听晚安顿好牛，朝掌柜要了1楼相连的2间房。姑娘啃着客栈点的包子，就跑了出去，是去镇上的打铁铺。可以定制暗器吗？还是魏慎提醒他的，菜刀不方便，带在身上还笨重。他说着，把手里的画稿递上，那是进镇后魏慎在牛车上画的，寥寥几笔，即便手腕无力，可画工仍旧精湛，画着改良过适合女子用的袖剑。哎呀，走吧，不接生意了。我愿意多给些钱呢。有也不卖的，滚！哎，心情不好，你吓唬人家姑娘做甚？不瞒姑娘，我们家里有人过世了，这天都塌了，也不接生意了，铺子更不打算开了，回头就要转让出去。如今做的都是之前客人交过定金的单子。可不就是嘛，将军都死了，他们这些明面上的铁铺生意，背地里给魏家军打造武器暗器的暗桩，也该歇业关门了。节哀。荣迪臭着脸，随意瞥了一眼姑娘手里的画稿，浑身僵住。不做他想，他猛地起身夺了过来。他看的不是精巧的袖剑，而是藏在画中的暗语。是将军的暗语。荣迪眼里闪过惊愕，似经历大悲大喜，浑浑噩噩的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不做便不做，你抢我误点做甚？能做。我们铺子呀，名气可是响当当的，什么都能做。姑娘可是来对地儿了。别说于听晚，就连顺子都愣住了。自从将军出事，头儿就有些发疯，
时常甩脸色不说，这么大块头，夜里还偷偷爬上屋顶哭。也能理解，毕竟当初要不是将军，荣迪早死了。他是把魏昭当作再生父母的。你不是说家里出事儿了吗？哎，我愿意给你做。哦，行吧，我急着用，不知几时能去。啊，连夜就能做好，明儿姑娘来拿就是，或者您留个住处，我们兄弟也能送上门的。这态度也太殷勤了。于听完蓦地生出警惕之心，也是想趁机狠狠讹他一笔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取。多少钱啊？您看着给就是了。啊，这不好吧？这俗话说来者是客，姑娘啊，您看着就有缘。于听完一直抠抠搜搜的，有了这个机会，他可不得丧良心试探。囊中羞涩的于听婉张嘴，那30文。哎，好。本以为要被赶出去的于听婉现在很后悔，是不是说多了？那要不要顺便给我抹个零？啊，成。于听婉懊恼，他好像又失策了。脑子没问题吧？你这样的家里不用死人都能亏得关门嘛？姑娘，天要黑了，我们送您回家。要不是魏昭说这家店靠谱，于听完指定连画稿都不要了，转身就跑。拒绝彪形大汉后，姑娘自个儿回了客栈。将军是不是没死？荣迪珍贵的摸了摸画稿，嗓音很哑。墨迹还没干。我就知道，将军那种人，阎王爷都不会收。他激动的来回走动。哎呀，哎呀，也不知边境那边怎么传的，都说将军死了。呸！那些个魏家军都干什么吃的？还有那个傅家，平日只知道打打杀杀的，做事不过脑子。他能不能行啊？不能行，把那位置让给我呀。有他在，怎么可能连将军都会认错？哎，头儿，将军写了什么？哎，铺子这边交给你，我出门办事。我思来想去，总觉得不对劲。他们嘴里说着修建好，可却一个劲儿的想向我打听你，也不知打的什么主意。也得亏是男的，要是换成女子，于听婉是要翻脸的。毕竟魏慎是他的。于听婉曾得到过太多，可最后连父母的尸骨都没有留下。姑娘对如今拥有的一切也格外吝啬。那你明儿去取吗？去啊，他都敢做，我有什么不敢拿的？你就不怕那些人心生歹念？方才是有些怕的，毕竟人生地不熟，天也要黑了。那两人还很怪，前脚才说家里死了人，悲痛欲绝的模样，好似下一刻恨不得下去陪着，后脚就笑眯眯的，给我一种很谄媚的感觉。但好似又不是因为他。怎么说呢，就好像我就算把他们铺子砸了，他们都不会急眼，没准还是笑脸相迎呢。你看的倒是透彻啊，不管了，明儿街上人多，那铺子也不偏，他们还能把我怎么着吗？他起身擦干身上的水渍，屋内烛光映照下，姑娘曼妙的身躯在屏风上留下婀娜的影子。魏昭视线如被火灼烧般，猛地狼狈挪开。夫君别听那庸医瞎说，也千万别把他的话当真。他说的没错，不过他的确庸。这还差不多。魏昭想到先前摸的脉象，就有些鄙夷。就没见过当大夫的能虚成那样的。肾虚的虚，纯属大补过头了。看不出来，还挺不服老。你自己也有这个病，怎么好意思点名别人的？魏昭倏然一顿。那再怎么说他也上岁数了，
有这种毛病也在所难免的嘛。可，姑娘的声音很好听，可到了魏昭耳里却格外刺耳。可夫君，你可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。魏昭眼里的荒谬怎么也藏不住，之前曾让他困惑的事，也在这一刻彻底有了解释。比如于听婉曾说，等他身子好了以后，就在外领养一个孩子。原来不是因为姑娘不能生养，而是她自己不行。准确的来说，是姑娘认定她不行。我什么时候给你这种错觉了？于听婉并不知魏昭都要被他气死了。答应我，以后不要说这种话了。哎，抨击别人，首先你得自个儿拿得出手啊！不说是你的长项，但至少也不能是短板吧？他也不是故意要提这种事的，可魏昭真的太不懂人情世故了。要是大夫当面指出咱俩半斤八两，魏昭那么要强又那么看重自尊心的人，怎么受得了？我说的这些，夫君记下了吗？是裹着刀子的冷笑。于听婉能明显察觉魏慎对他有意见了，等他躺到榻上时，手都不让牵了。你怎么了嘛？魏昭一股气堵在嗓子眼儿。这些时日，姑娘一直气他，魏昭都要以为自己个儿能免疫了，可事实证明没有。姑娘只会用最真诚的语气更气他。夫君，别叫我夫君，听多了都要分不清他自己是魏昭还是魏慎了。魏慎。魏昭眸色沉沉。算了吧，还是夫君听着更顺耳。钱不够你还来啊？少一个子儿都不行，听明白了吗？滚！哎呀，大人，你就通融通融吧。老婆子我只有5文，还是出门前朝邻居借的。西边矿山又出事儿了，说是塌方，我儿子活生生被埋在了下头，人没了，传信让我去收尸啊，我得去接他呀！大人，大人，哎呦，大人！呸！什么东西？你命苦与我何干呢？没办法，那就一头撞死算了，贱命一条，也能和你儿子团聚了啊！边上的几个捕快见状，全都肆意笑了出来。这哪里是人该做的事？可他们穿着官兵服，腰间挂着大刀，一向嚣张跋扈。周围的百姓战战兢兢，眼里有恻隐之心，却没人敢站出来。于听完指尖拳了拳，垂眼不语。魏慎他们还在客栈等他回去，在没有能力之前，他不会强出头把自己搭进去。下一位，劳烦大人了，我们一家人是西林村来的，去县上给我夫君看病，这实在是病得严重，生怕耽误了。那多出来的钱，请大人们喝酒。哟，还是个年轻姑娘，皮肤很黑，她随便瞥了一眼就觉得倒胃口，没有仔细去看于听婉的五官。我呀，向来不会为难人，去吧，看病要紧。谢大人。他转身后，面上的笑意就收了回去。姑娘朝前走，拐过街道，停下了脚步。回家凑钱，回家凑钱，凑钱结事儿啊！他们乡下人便是死了也要落叶归根的。哎，婆婆。于听完把铜板推到她的手里。姑娘，瞧你穿着，向来也是穷苦人家，我婆婆，出门在外谁没有难处啊？1文钱我还是给得起的。婆婆你不偷不抢，心安理得收下就是。我刚刚多给了捕快6文，婆婆有瞧见吗？那些人连牲口都不如，他们别提多高兴了。你给的太多了，这我不心疼的，
我也记住那些人的脸了。用不了多久，新县令上任，泽县的天都要变了。一个小小镇子算什么？他们迟早得知道，吞进去的钱，早晚都得成倍吐出来。天色正好，要是这会儿出发不耽搁，能在宵禁前进县里。于听完算着时辰，回去的途中步子很急。可还顺利？都办好了。拿着，咱们家就这些钱了，这次都带出门了，你都收着吧。办路引、吃饭、住客栈，这不都得花钱吗？总不能让你自个儿出。之前给你的聘礼是给你的，你自个儿留着别动啊。这里的钱虽然不多，可娘年纪大了，不放心，还是放在你身上踏实。钱袋上头都是惠娘的体温，只怕这几日她都揣在怀里不敢离身，是把家底都掏给她了。于听婉心里五味杂陈。咱手里不缺钱，药材这不是还没卖吗？能卖多少也不好说，就怕药铺压价。再说了，路上也要花销的。闻言，于听婉没有矫情，小心翼翼藏好。毕竟外头窃贼也多。车轮又一次滚动前行。魏昭垂着眼皮看向袖剑，都不用看，一过手就知道这玩意儿是用心做的，适合他用。单哥，这是什么？想知道？岳山重重点头。想要？啊，可以吗？想要，让你媳妇儿送你。怎么还惦记别人的？哎呀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轮到咱们。没事儿，娘，这人多可见里头大夫医术不错，对我们而言是好事。对啊对啊，是这个理儿。哎呀，可是不巧，今儿只有2名大夫夜里坐诊，也不知要忙到何时呢。外头冷，拉着牛车随我入后门进院，那里设了容病患休息的隔间，你们随我先去休息休息。几人刚走，只闻马蹄声由远而近，最后停在医馆前。哎，快点，等你救命呢！兄弟，别以为你得魏昭那小子的眼就能对老夫喝三道四。当初魏昭学医，我都用戒尺敲过他脑袋，他我都敢收拾，还能对付不了你？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次篝火宴，你也是喝了点酒敲错人了。哼，你要知道那做的是将军，你敢动手？他的确不敢。别看魏昭对他恭敬，可折磨人的手段真是层出不穷。发觉打错了人后，他当时就打了个寒战。这也不知道有没有大夫肯过来先给阿郎看的。我看他们实在忙得不行，这药童也说了，那2个大夫晚膳都没来得及吃。外头那么多病人，我方才还看到几个腹痛的厉害的，还在地上打滚的，说是吃坏了东西。这还不是最要紧的，这会儿医馆里头还有20多个浑身是伤的人，大夫正给他们止血呢。我刚才打听过了，说是西边矿山抬来的，那边又塌方了，死了不少人呢。说到这里，他便心有余悸。当初魏守忠也提过要去矿山上工，还好没去，要是真去了，指不定也出事了。我看矿山这次怕是摊上大事了，死的人没有成千也有上百，就刚刚来的那些人，那不是腿没保住就是断了手，还有个肠子都露出来了，没等医治人就已经没了。哎呦，看着都吓人。也说不准，去年不是出事了吗？闹得也不小，家里死了人的全跑去矿上那里讨要说法，可到头来赔偿一个子儿都没见着。他们压不下这口气，又声势浩大去衙门击鼓，后头还不是都被压下来了。也对呀，那县老爷见钱眼开，定是又收了好处。不一定，我听说管矿山的人是县老爷的小舅子，靠着这层关系，足够无法无天称王称霸了。魏昭神色平静地听着，眼里闪过讥讽。一个小小县令会有如此遮天的本事吗？只怕上面也有人护着吧。哎呀，阿郎饿不饿呀？你这一日都没怎么吃，要不娘去买些易消化的馄饨来？不了。
这可不行，不吃身子是熬不住的。医馆门口就有卖的。惠娘从于听婉手里拿了一些钱朝外走，月山跟着一道出去。见魏昭白中泛青的脸色，于听婉眼里的担忧浮了上来，正要说去切一片参来让他含着，魏昭就说话了：没事，我不会有事。不过这里的大夫也治不了我。你说什么？他们的水平顶多给昨天那个阳痿的看看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明明来的路上都很配合的。于听婉头疼，只好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那医馆门口挂的门匾，夫君没瞧见吗？你可知那是谁的墨宝？那医馆门口挂的门匾，夫君没瞧见吗？你可知那是谁的墨宝？不想知道。话音刚落，被捶了一下。你可知那是谁的墨宝？愿闻其详。这才对嘛！那牌匾的出处啊，说出来可吓死你！那是当朝太傅写的。你被骗了，笔锋不够凌厉，那绝不是他的字迹。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啊？每次语气还格外笃定。谁说的？你别告诉我又是你说的。你别插嘴，让我说完。你呀，许是不知其中渊源。太傅年轻那会儿，夫人定都，曾路过此地。这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曾听人提及，说是那太傅家里出了事儿，发妻早产，女儿还失踪了小半个月。那女婴被找回来后，身子格外孱弱，3天一小病，5天一大病，都说救不活了。可就是这医馆的大夫给看好的，可见他们是有本事的，同样也能治得好你。你最好多声势。你也疼我了。哎，我对不住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你让我说了吗？于听婉想了一下，好像没有。医馆的病人都在此了吗？哦，还有一家子去后院歇息了。那男人情况不太好，可模样格外不错。你是找他们的？差不多对上了。荣迪牙下激动，扯着大骂的阁老急匆匆去找。将军这会儿都尸骨未寒了，你竟然还惦记着别的男人？荣迪，你有没有良心呢？我不是，老夫就把话撂在这儿。别说是你亲朋好友出事，就算是你现在倒下喊救命，老夫我都不会看你一眼。烦死！荣迪没有和他吵，反而眼尖的看到后院树上停着的青鸭，没有错儿，他眼睛都亮了。终于走到隔间门前，心情澎湃。走你！哎呦啊！刚说一个字，他就被一股不算轻也不算重的力道踢了进去。阁老突然出现在此处，于听完一时间有些恍惚。这大夫他见过，前世就是眼前的大夫把魏胜给治好的，可见这一趟没白来。大夫，你快给我夫君瞧瞧，他方才又吐血了，今儿已经吐了4回了。这几日为了过来，途中颠簸，夫君也遭了不少罪，这胸口的伤口都有些化脓了。阁老会有救死扶伤的觉悟吗？他现在只想冲出去把荣迪骂个狗血淋头，可下一瞬他眼睛瞪得溜圆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榻上咳嗽的男子。魏昭恹恹的没有情绪地对上他的视线，阁老抬手擦了擦眼，又擦了擦眼，诈尸了吗？活的？这话怎么听着不太对劲儿？对啊，他这不是还有呼吸吗？夫君，大夫医术精湛，快打声招呼。过来。阁老脑子一片空白，脚已经不受控制的动了，准备去把脉，可他刚走一半，猛地察觉了什么。夫君！他愕然看看魏昭，又扭头看看于听婉。夫君！你别那么叫我。听到了没？你一个姑娘把那种称呼给我收回去。
也不知道害臊。虽不知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可这姑娘对将军有恩，她想要钱、宅子、铺子都好说，可她竟然想要将军这个人，简直大胆！将军是谁都能肖想的吗？也不是她以貌取人，实在是这姑娘黑的呀，只剩下眼睛是灵动的。我说的是你一大把年纪了，这样喊我不合适吧？怪恶心的。什么？那姑娘喊你就不恶心了？阁老都要气笑了。我夫君这里不太好。哼，这个借口你能用一辈子是吧？都不用于庭婉催促，阁老快步上前，直接在床头坐下。他叹了会儿脉象，眉头紧紧皱起。伤口得处理。于庭婉刚要问怎么处理，屋内响起魏昭的声音。很简单，也就是把伤口割开削肉，血水逼出来，重新包扎上药。那得多遭罪，多疼啊！魏慎被他捏一下都要娇气的。切，他哪里会怕疼呢？你就算把他胳膊卸了，这疯子都不会眨一下眼，只怕还要嫌弃你卸的时候动作不到位，太慢了。大夫，你和我夫君相识？阁老正要点头，魏昭慢吞吞地说：“不认识。”不认识还火急火燎把我找回来？于庭婉眼眸微闪，暂且放下疑惑，没再纠结。这是之前的方子，刚开始的时候还凑合，没什么大功，但也没什么大过。可后头改了几味药就不对劲了，吃一回伤口就裂，反反复复不知道裂了几次，吐血也跟着频繁，后头就不敢吃了。阁老扫了一眼，察觉出不对，他死死盯着后面改过的药方，能那么精准的不对症下药，还能加快死亡速度的巧妙方子，就连他看了都要叹一声妙哉，一看就是魏昭的水准，吃了伤口不裂才怪，撑到现在也是他命大。可方才的脉象，阁老想到了什么。你放血时针了？不是，你到底是想死还是不想死啊？阁老先将杂乱的思绪抛到一旁，伤口得处理，第二套针法也得下，不能再拖了。可准备施针的时候，魏昭就让他出来。我就不能？不能，施针得全身，你再不方便。怎么就不便了？我又不怕他学了去，你也大方些，都让人家喊夫君了，怎么还不给看啊？就是，说得很对。大夫在里头啊？刚包扎好伤口，这会儿给夫君施针呢。婉娘啊，你怎么就出来了？不在里头帮忙吗？没办法了，夫君自惭形秽，没法坦诚面对我。屋内，阁老打开药箱，取出布包，里头有上百根长短不一的银针。荣迪被你派出去办事了？不等回应，他便自言自语：“我猜也是。若不是魏昭吩咐，荣迪那种人一定要在一旁候着，绝不会离开半步。咱们的人明早就能抬着棺材至泽县，要是不去拦截，被上京过来的人接着，即便有隐情，将军也是欺君之罪。”不是。啊？他在找适合养病的院子。养病？你不应该回上京养病吗？我如今的身份是西林村的魏慎。什么？让那些人以为我死了，看他们愚蠢的丑态，不是很有趣吗？那前头那个姑娘，她梅淑夫人的发髻。不是，所以将军你是顶着别人的身份，还霸占了别人的媳妇儿？魏昭拧眉，什么叫别人的？于庭婉都占了他那么多便宜了，这话真的很不中听。阁老下针的动作又快又准，五脏六腑都好似在叫嚣。
魏昭又吐血了，刺眼的红在他惨白如纸的面上重重勾勒，他承受着莫大的痛楚，眼里更有浓郁化不开的情绪，额间青筋暴起，脆弱又破碎。这，再忍忍啊！要是早把我叫来，也许你就不用吃这个苦头了。得亏放过血，否则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你不得。我说呢，你一出事怎么福猛就不见了？离开前还把他帐篷里的药偷了一半，这虎东西！魏昭依旧没有理他。如今外头只知你为国捐躯，死在了战场上，可当时军中竟有人造谣说仗打赢了，敌军也撤了，你本也好好的，却自己用破云枪。魏昭眼睛颤了颤。你也觉得很荒谬是吧？哎，你是抽了什么风才会捅自己啊？真是什么瞎话都能说得出来，这不是败坏你名声吗？将军放心啊，那几个嘴碎的小子都被教训了，没人再敢瞎说。你太吵了。你手里如今还有多少钱？啊？身上这会儿只带了500两。怎么？魏昭很困了，答非所问。我眯一会儿。这样都能睡，你真是个狠人呐！待天色微微泛起鱼肚白，隔间的门才被阁老打开。夫君他如何了？他的情况你应该也清楚，着实算不得好，想要好全也并非易事。你可以的。我也没有万全的把握呀。你可以的。谢谢啊，这姑娘怎么这般信任我？我知夫君的病急不得，得慢慢调理，但实在是心有余悸，劳烦大夫给我交个底。这姑娘人虽然长得黑，可心里有将军。可惜呀，你瞧她脸色，身子亏空实在厉害，相比之下，胸口的伤反而微不足道。她之前又中过毒，当初就险些没了半条命。后头虽说养好了，可到底还是差了些。每年都有几日闹头疾，这次出事后头疾频频。头疾？啊，你不知道，他每次吐血就是头疾引发的。于听婉不知道，魏慎没有和他提过，他心口有些堵得慌，可他却理智得清楚，魏慎就算说了又如何？他还能助他缓解1、2吗？除了喝药药浴外，他的情况5日就得施针一回。念及是假夫妻，阁老没有多言。施针凶险，他沉了沉眸。可光是1夜，将军就有些熬不住了，这是他最担心的。那平时有什么要注意的？注意？那可太多。将军的身体多金贵。阁老刚要长篇大论，就被人抢了先。就2点，不能打我。于听婉见他醒了，连忙走过去，摸了摸魏昭的头，又摸了摸他的手。阁老不可置信。那要是我忍不住怎么办？我能轻点吗？什么？他还打你？于听婉被这么一吼，有些懵。有你什么事？你怎么还没走？哦，对了，还没给诊金呢。他昨儿夜里打听过了，医馆有只200年的参，是镇店之宝，先前有富商出价300两都没有卖，他手里年份最浅的也有400年了。他心里也有了底，他正要麻烦阁老写下药方，一并结算银子，顺便问问卖药的事，可没等他出声，魏昭悠悠看向阁老。你是想要买我们手里的灵芝吗？什么？哦，你愿意花500两？阁老满脸问号。于听完眼眸亮了起来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们买宅子的钱都有了，还能剩下不少。阁老眼前一黑。好，只有你魏昭有心眼啊！钱你拿去买宅子，我买的灵芝最后也是入了你魏昭的嘴，还不如死了。魏昭仿若没有看出他的怒火。第2点，不能气我。你说的对，谁气你了？我替你去教训。
你？我明明一直很贴心啊。什么时候啊？比如现在。你怎么还冤枉人啊？很好，很明显，这2点姑娘都做不到。等惠娘买了粥回来，于廷婉便揣着刚到手的500两，啃着馒头就出门了。他要去寻衙人看宅院，总不能住在医馆，客栈也不方便。于廷婉想要尽早安顿下来。哎呀，夫人找我可算是找对人了。前住户和我是亲戚，家里发达了，刚搬走不到半个月，走的实在急，不好打点。这不，钥匙还留在我手里，让我帮忙卖来着。院子如今空着，夫人一家随时都能搬进去。夫人说您家里有人要养病，可没有哪里比此处更合适了。这儿安静，但也不偏僻，出了胡同，街上就有卖菜的，每日都无需走太远。于廷婉点点头，的确方便。他已经格外想念惠娘做的饭了。这附近的几户人家也都是经我介绍住进来的。前面那家正是如今县里学堂的赵夫子一家住着。赵夫子可是举人出身，本事大得很，镇上乡间的学子可都想拜他为师。这话我可不敢乱讲，夫人能去外头打听的。日后夫人有了孩子，有什么不懂的，还能去请教。夫人您瞧瞧，可还满意？姑娘一间一间看过去，实在是超出她预期的好。近些时日，打听这院子的人可不少，都踌躇不决，说要考虑考虑。可这种事儿从不讲究先来后到，谁先交了钱，去官府那边盖下印子，就是谁的。王伢子去看于廷婉神色，这地段可是不错的，夫人要是觉着可以，咱们就定下。要是不行，我再带您去看看别的。啊，那多少钱啊？220两，夫人觉着可以吗？于廷婉纳闷，怎么还问起他来了？他刚蹙了下眉，王伢子连忙改了口风：200两也是成的。这相逢便是有缘，要不夫人您开个价，一切都好说。不是，这走向好像有点该死的熟悉。